我认识一个朋友，几年前他家里拆迁了，按照人头分了一笔拆迁款。当时他刚从大学毕业不久，父母以他短期内用不上大笔资金为由，用这笔钱买了一套140平米的大房子。父母承诺等他以后结婚的时候会把拆迁款补给他，一共给他50万的嫁妆。后来朋友谈了个男朋友，两人好事将近，准备买婚房结婚。当他去找父母拿钱的时候，父母却矢口否认，只愿意给他10万块钱，而且房产证上是他父母和弟弟的名字，都没有他的。朋友哭也哭了，闹也闹了，最后只拿到15万块钱，跟当初承诺的50万相差甚远。朋友苦笑着说，他怎么也想不到会被亲生父母算计。这个世上谁都不可相信，伤害你最深的人，往往是你身边最亲近、最值得信赖的人。陌生人的伤害就像被蚊子叮一下，疼一会儿就过去了，可来自最信任的人的背叛，就像一把刀，直挺挺地刺进心窝里。对成年人来说，人生最痛苦的一刻，是你最信任的人教会你不要相信任何人。经济学家王丽华在《当代中国家庭债务研究》中记录过一项真实的访谈。就读于某211高校的女博士，父母拿着她的身份证复印件办理了28万的教育贷款，没过多久，银行催款的电话就打到了她这里。他找到父母了解情况，发现28万的贷款，父母只给他留了5.2万作为学费，剩下的14.3万，父母给弟弟付了婚房首付，6.5万用于房屋装修了。父母还不上款，弟弟不愿意还，又是以他的名义贷款的，银行自然就把电话打给了他。为了征信不受影响，女博士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赚钱，严重影响了科研进度。这个世界上，人性是最难把控的，最亲的人也是伤害你最深的人。因为面对陌生人，你会时刻保持警惕，怀有本能的戒备；面对信任的亲人朋友时，你不会设防，本能地相信他们不会欺骗自己。最后发现，伤你最深的也是你最在乎的人。苏珊·福沃德在《情感勒索》一书中写道，我们最关心、血缘最浓、交往最频繁的人，对我们造成的冲击力往往是最大的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你就会发现，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无论是亲人、爱人、朋友还是亲戚，都会背叛你。不背叛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大，这种利诱大到一定程度，人性阴暗面就会被诱发。千万要提防你身边的熟人，有时熟人比陌生人还可怕。青年歌手王小天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。王小天为了追求音乐梦想，选择北漂，住在后海的地下室，在酒吧驻唱。有一天，一个亲戚拿着家里人的病历找到了他。亲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告诉他，家里人病得很严重，看病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，希望他能够借点钱，只差给王小天下跪了。王小天二话没说，把自己辛苦攒下的2万块钱全都给了那个亲戚。后来王小天和家里人打电话聊起这个事儿，结果发现自己被骗了，那个亲戚竟然造假了家里人的病历。王小天说，知道自己被骗后非常愤怒，因为那是他最艰难的时候。亲戚当时也知道他的情况，却依然选择了欺骗他。你永远不知道靠近你的人是人还是鬼。作家毛姆说，欺负你的人都是熟人，信任越深，伤越深，一招就戳中你的软肋。人心是最复杂的，很多时候你都无法知道对方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。人际交往中，想要不吃亏，就必须有防人之心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千万不要轻信人，千万要相信人性。
犯罪心理学上有个警惕性公式，面对越信任的人，警惕性越低，这也就给熟人得手的机会。过度相信熟人，就是在伤害自己。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，当时他刚工作没多久，工资不高，却急于想改变自己的境况。在发小的劝说下，他答应和对方一起做服装批发生意。因为对方是自己从小玩到大的伙伴，毫无戒心的他将房子做抵押，贷了一笔钱。之后两人相约去广州做生意。到了广州，发小出去找人拿货，让他在酒店等。他足足等了一整天也没等来发小，直到酒店的服务员告诉他对方已经退房时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想到自己身无分文，流落他乡，房子也抵押给了别人，绝望之际准备跳楼自杀。幸好被酒店的人及时发现，给他买了车票，他才得以回到老家。之后在众人的接济下开始新的生活。此后他辛苦了10年才还清了所有欠款，并凑足了房子的首付。这10年他苍老了许多，每每谈起此事都忍不住伤心痛哭。罗翔老师说过，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，要有自己的判断力，否则就会被利用和欺骗。做人千万不要太单纯，即便关系再好，也一定要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。不要毫无保留地信任别人，毕竟社会复杂，人心险恶。在这个世上，你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你自己。央视叶县有篇报道叫《我的毒闺蜜》，主人公高银有个形影不离、无话不谈的好闺蜜方娜，两人相处十分愉快，还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。有一天，方娜以父亲生病为由，找高银借了13000元。随后，方娜又陆续以各种理由从高银手中借走47000元。6万块钱像流水一样从自己手里流走了，并没有引起高银的警惕，因为她觉得对方是自己的闺蜜，她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，拉她一把是应该的。接着两人又聊到孩子的教育问题，方娜称自己的丈夫认识某重点中学的校长，如果打点一下，孩子就能进重点中学。她还保证，要是孩子去不了这个学校，钱也能如数退还。而高银本身对孩子的教育就很重视，他告诉方娜，只要孩子能上重点中学，花点钱没问题。就这样，方娜接连从高银手里拿走了100多万。半年后，方娜又以同样的理由再次从高银手中骗走了200万。后来孩子上学的事迟迟没有落实，高银这才隐隐觉得事情不对劲儿。她和丈夫报警后，警方调查发现，方娜所谓的能给高银孩子择校的关系都是骗人的，骗来的钱全都用来买奢侈品、衣服、包包、首饰和高档化妆品了。民间有个词叫不熟不吃，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拿外人来开玩笑，也不敢对外人下手。可是他们敢对身边人下手，因为对外人下手的风险太高了，而对身边人下手的风险很小，收益也很不错。对待任何人，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底牌，更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承诺。保持一定的警惕心，是保护自己的必要手段。杰辣魔经中有一个故事，许多寻求知识和信仰的人向佛陀请教处世圣经，佛陀传教了10条原则，每条都以不轻信开始，以此告诫人们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，否则很容易造成一生的遗憾。人心隔肚皮，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笑容的背后是一颗糖还是一把刀。与人相处，凡事多留个心眼儿，太过天真只会换来现实的残忍。